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测评。本周当子给大家带来的鞋款有国潮的锋刃3 Pro、李宁的韦德之道10低帮，还有阿迪的特雷杨支线 Tree Unlimited。那这3个鞋款当中，是否有你比较关注的鞋款呢？这些鞋款又是否适合你呢？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系好安全带，发车了。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国潮的锋刃3 Pro。这一双鞋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中底使用了全掌的 Good Turbo， 在中间位置处放置了一块在很多别的鞋款上都能看到的这一块祖传的小碳板。在球鞋的前段和后段都有一块条形的 TPU， 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 Mono 网纱，加上内层的热熔材料，鞋楦略微偏宽，更加适合脚型偏宽的兄弟去进行选择。我的脚型是略微有一些偏窄的，穿这一双鞋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前掌会比较空，在做一些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不过在中后段的锁定做得非常出色，完全没有问题，并不会有掉跟的现象出现。这一双鞋在配置方面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不过它的重量控制做得特别的出色。单支 42.5 码的锋刃3 Pro 重量只有347克，并且它在整体的重量布置上也非常的合理，鞋脚一体性也十分出色，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是非常棒的。当然，这一双鞋除了在重量方面表现非常棒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优点。它的中底 Good Turbo 在力反馈方面的表现特别棒，这应该是我穿过的所有国潮的篮球鞋当中，如果单论中底的力反馈表现，那这一双鞋绝对是最牛逼的。我为我的这一句话负责。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双鞋有多弹。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杜兰特 KD11 的那个广告，而且它的中底重心控制的也比较不错，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表现都非常棒。虽然中底的整体强度并不是特别高，大家可以看到我不需要怎么用力啊，就可以把它像拧裤衩一样把它拧成麻花。但是好在它的中底重心控制的比较低，加上它出色的中底力反馈以及前段这一块 TPU 的加持，让它拥有了极为出色的滚动感，跑动时的感觉真的非常棒。它跑动时的感觉非常接近于韦德之道10身上的那种感觉。如果锋刃3 Pro 能够配上一块铲型碳板，那它一定会成为一双拥有现象级滚动感表现的篮球鞋，表现真的特别出色。但是这一双鞋只适合使用前掌跑动的球员去进行选择。虽然它的滚动感表现很出色，场地感啊、反应性啊、重量啊等等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但是它的缺陷也同样非常的明显，就是它的后跟稳定性。球鞋的后跟处虽然加入了这么一条比较细、比较软，但是很长的 TPU， 虽然加了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对于后跟的稳定性毫无任何的帮助。后跟几乎就是处于一个全部外露的状态，在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后跟处的形变非常非常大。在做一些制动动作的时候，也会经常出现因为后跟太软并且不稳定而造成的脚底下突然软掉的问题。在即将攻框的关键时刻，你突然软掉了，真的是扫兴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不行呢。虽然俗话说人不行不能怪路不平，但是允许我辩解一下，这一次真的是球鞋拖了我的后腿。我自认为我的脚踝力量还是可以的，但是我穿这一双鞋打完球之后，还是会出现脚踝处的不适感。我算是可以勉强驾驭一下这一双鞋，但是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后跟不稳的感觉。你觉得你能不能驾驭这一双鞋呢？这种后跟稳定性不太给力的篮球鞋，你又是否能够接受呢？不过除了在后跟稳定性方面的表现略微有一些糟糕之外，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它的抓地力表现十分拔群，不管是抓地还是吸灰都有着不错的表现。我穿这一双鞋打了一整个下午几乎都没有怎么擦拭过鞋底，大底的硬度表现也没有什么问题，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是 OK 的。不过水泥地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缓震表现也完全 OK， 我180斤的体重，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不会有太明显的震脚感。这一双鞋除了在后跟稳定性这一块上面有一些缺陷之外，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都在水准之上。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级。如果你打球时跑动比较多，大部分时间都是使用前掌进行跑动，脚踝力量还算比较出色，脚型偏宽，那这一双鞋还是比较适合你的。这一双鞋的中底滚动感表现确实非常棒，非常出色，这一点真的让我眼前一亮。作为一双没有搭载铲型碳板的篮球鞋，能够拥有这么出色的滚动感表现，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这一双鞋的后跟稳定性表现真的不是特别好，真的是有一点拉胯的。如果没有出色的脚踝力量，那就会出现没有办法驾驭这一双鞋的情况，这一点你
必须要了解到。那如果你想要选择这一双鞋，你必须要拥有出色的脚踝力量，不然还是不要选择它了。这一双鞋就是一双非常适合下肢力量比较不错的宽脚兄弟进行选择的篮球鞋。第二款韦德之道10低帮版本，在去年韦德之道10的高帮版本进入了很多博主的年度最佳榜单，它现象级的滚动感表现以及出色的场地感和反应性表现，都让它在去年所有的后卫鞋当中脱颖而出。但是它还是比较挑人的，如果你习惯使用全掌进行跑动，那这一双鞋就不会那么的适合你，它还是更加适合使用前掌进行跑动的球员去进行选择。而且它不够出色的后跟稳定性，对于球员的脚踝力量也是有着一定要求的。虽然它的风评非常好，感觉全网对于这一双鞋都是一致好评，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一双所有人都可以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而这一次的低帮版本，在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我对于它的评价是整体表现依旧不错，但是在整体的实战体验方面，它比不上高帮版本。低帮和高帮在大底以及中底方面的体验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别，抓地出色，但是吸灰表现不是很好，中底滚动感出色，反应性优秀，场地感表现也十分不错。不过在我感觉下来，好像后期推出来的韦德之道10以及低帮版本的韦德之道10，在中底的龙骨落差方面要比之前推出来的好像要大一些，穿上脚之后前高后低的那一种感觉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而在穿着体验方面，低帮跟高帮之间差别最大的一个地方在于它的鞋面，虽然肉眼上看上去它的鞋帮高度有着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其实它的鞋帮只是在中间这一个位置处做出了一点点的下降，下降的高度并不是特别多。其实相对于它的鞋帮高度下降，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其实是它的鞋带孔数量减少了2对，这让它在脚踝的锁定方面有着明显的下降。而要在这个情况下做到不掉跟，它就必须要在后跟处增加一定的填充。低帮版本在后跟处的内部填充明显是要比高帮版本要厚的，这就导致了在相同尺码的一个情况下，它的内长会比高帮版本要短那么一点点。我在穿高帮的时候，整体的体验感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在穿低帮版本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夹脚情况，尤其是在第一次穿着的时候，我的小脚趾被侧面的这一块 TPU 顶得特别的难受。虽然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这一种夹脚的情况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减轻，但是依旧还是会存在，并不会完全消失。而且它后跟填充加强之后，在穿着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这种顶跟腱的现象。好在实战的过程中，这种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它在整体的鞋脚一体性方面，它的表现比高帮版本有着比较明显的下降。低帮版本明显在这一方面是比不上高帮的，这些你都必须要了解到。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跟高帮相比，我会觉得高帮比这一双鞋要好很多，尤其是在穿着的舒适度以及鞋脚一体性方面。低帮版本在跑动的过程中会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要带起它的中底会比高帮要吃力一些，而且虽然鞋帮的高度下降了，但是它在灵活性方面并没有得到特别明显的提升。如果你想要购买韦德之道10，那高帮版本依旧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点，低帮的重量跟高帮几乎完全一致，并没有什么提升。如果在意重量的朋友，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冲低帮版本，好吧？本周的最后一个鞋款，这双来自阿迪达斯的吹扬的支线 Tree Unlimited。作为特雷杨的支线鞋款，它依旧保留了特雷杨2代身上的鞋楦，前掌略微偏宽，对于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兄弟，相对来说会比较友好一些。我的脚型略微偏窄，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的情况。而且它也保持了跟特雷杨签名鞋相同的系带系统，鞋带的布置非常靠后，前掌包裹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调节空间。窄脚的兄弟们尽量还是慎选。在中底方面，它使用了全掌的 bounce， 缓震的表现还算能够接受，属于刚刚好够用的一个水平。前掌的场地感表现十分出色，会比特雷杨1代或者是2代都要更好一些。前掌重心很低，非常贴地。鞋面的网布材质比较薄，在透气性方面的表现比较不错。而且虽然它的鞋面比较薄比较软，但是它在侧向支撑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球鞋的中底在侧面做出了全方位的上扳，并且在前掌的鞋面
面内部这3条杠的硬度是比较高的，在你做侧向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的时候，它的鞋面还是可以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的，可以支撑住你的双脚，这些就是它全部的优点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缺点，那就是它的抓地表现真的特别的糟糕。在干净的场地上面使用，确实抓地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它就会成为一双溜冰鞋，完全抓不住地。打球的时候，基本上每时每刻你都在擦拭鞋底，而且擦了鞋底之后，可能走个2-3步，你又开始溜冰了。在吸灰的控制方面做的真的特别的糟糕。这一双鞋除了在吸灰控制方面做的特别差之外，其实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还算不错。中底的反应性优秀，突破时也不会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出现，整体的支撑抗扭做的也完全没有问题，打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是够用的。整体的稳定性表现也十分出色，穿它打球的时候脚底下还是比较踏实的。300多的价格，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这一双鞋整体的外观，我觉得做的真的比较糟糕，穿在脚上就显得特别的臃肿。这种外观加上并不出众的配置，在300这一个价位段，我觉得它的竞争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后续我大概率估计它的价格能够到200左右，折扣力度大的时候200以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虽然这一双鞋的外观确实挺丑，整体的配置也并不出众，但是作为一双后卫鞋，它的场地感确实十分出色，反应性也非常不错，整体强度也完全够用。那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场地条件比较好，灰尘并不大，或者你就直接用来打粗制的外场，那这一双鞋确实是一双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后卫鞋。但是想用来打外场的兄弟们必须要注意一下，这一双鞋的大底橡胶是略微有一些偏软的，并且前掌的纹路也略微偏细，打外场的耐用性我并不是特别看好，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到。虽然它的整体表现确实不错，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一双抓地表现比较糟糕的篮球鞋，我出去打球是不会选择它的。毕竟强如 CJ1 这样的鞋款，我也只会有在别人告诉我场地条件贼顶的一个情况下，我才会将它带出门。而且不开玩笑的说这一双鞋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我觉得它比 CJ1 会更加的糟糕一些。对了，还有一点，这一双鞋重量也比较重，单只42码的重量达到了420克左右，这一点也要考虑清楚。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